堂哥去世后，我回乡参加葬礼，堂嫂找我哭求说无力抚养女儿，求我带小侄女出大山给口饭吃就行。我心软带回了侄女，将她当亲妹妹疼爱教养，供她上学。侄女高考前，多年不孕的老婆确认怀孕，我欣喜若狂。可当晚，我和老婆忽然腹痛难忍，侄女一脸愤恨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许久未见的堂嫂。你们凭什么生孩子？你们就是不想把家产传给我，你们就是看不起我，你们都该死！我和老婆被活活痛死。再醒来，我回到堂嫂下跪求我那天，这一次我一口回绝，不好意思，家里穷，养不起多一个人，白眼狼还是留在山里的好。我做了个很古怪的梦，梦里我和我老婆在回家参加堂哥的葬礼的时候，领养了堂哥的女儿，我们把她带出大山，供她吃住，让她念书。老婆多年不孕，我们没有孩子，就一直把她视为己出，捧成掌上明珠。我们以为我们把她养得很好，直到她参加高考的前一天，我老婆确认了怀孕。我们两个很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她，沉浸在喜悦中，却忽略了她阴沉的脸色。当天晚上，吃过她所谓的报恩饭之后，我和老婆忽然倒在地上，腹痛不止。意识消散前，我看见小侄女从房间里走出来，身后跟着很久没见的堂嫂。她走到我老婆身边，朝我老婆的肚子狠狠踹了几脚，一边踹还一边疯狂地说：你凭什么怀孕？你们凭什么生孩子？你们就是瞧不起我，就是不想把家产留给我，你们都该死！她尖叫着，发狠补了重重的一脚。我老婆惨叫一声，之后就彻底没了声息。小侄女转头看向我的时候，我的意识已经彻底模糊了。我看见血红的液体从我老婆两腿间流出来，小侄女从桌子上拿了一把刀，直直地向我走来。再次睁眼的时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跟我轮换着开车的老婆见状，一脸担心地说：老公，你没事吧？怎么了？没事，做了个噩梦。我恍惚地说：到哪了？快了，还有10几分钟就进村子了。老婆说：进村子？进村子干什么？我问：你睡懵了吗？我们是特地回来参加堂哥的葬礼的啊。老婆一脸奇怪地说：堂哥的葬礼？这几个字一下子唤醒了梦魇，我差点被吓得从座位上跳起来。老婆见状也愣住了，说：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没事。我说。想起梦里的场景，我莫名觉得后背发凉。我跟老婆说，如果等会到了，有谁求我们带个孩子出去，千万别答应。梦里那个女孩一脸癫狂地踢着我老婆的肚子的样子实在是太逼真了，痛也太真了，真到我开始怀疑那到底是不是一个梦。一切细节都很清晰，或许那不是梦呢。我重生了。我老婆没有看到我看到了的一切，听到这种要求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在我的劝说下还是应下来了。我在心里反复跟自己说，没事的，不要自己吓自己，那种事怎么可能真的发生。直到我走进老家的房子，角落里有个面色发黄的小女孩，在听见我和我老婆进门的动静的时候，不偏不倚地看了过来。对视的瞬间，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那个眼神我不会看错，跟她之后拿着刀走向我的时候，眼神一模一样。我确信我重生了。我被她的眼神唬住了，直到后面老婆轻轻推我的时候才反应过来。我跟着她一起走进那个破旧的小房子。堂嫂李丽马上迎了上来，她是个很瘦小的女人，上次见面还是当初跟我堂哥结婚的时候。看着她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我总担心她会被我堂哥欺负，毕竟她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今天一看，好像不是这样。李丽依然很瘦小，但看上去完全不像是遭受过虐待的样子，看上去反而像是被我堂哥照顾得很好。我堂哥出意外就那么死了，他看上去像是比谁都伤心，哭得眼睛都红肿了。我老婆心疼地扶了扶他，说：堂嫂，千万要节哀啊。他趁着我老婆扶他，又哭了会，然后冲角落里招招手说：恩恩啊，来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面色发黄的小女生怯生生地走到我们面前，声音弱弱地说：叔叔阿姨好，我是童恩。她脸色黄黄的不太好看，但是单看五官的话，甚至称得上是个美人坯子。在梦里，我和老婆把她接出大山好好养着，没过多久她就出落得相当漂亮。她用那双水灵灵的眼睛盯着我老婆看，看得我老婆瞬间母爱爆发，直接伸手抱住了她，嘴里还喃喃着：可怜的孩子啊。按下心中的疑窦，我跟着李丽进了家门。李丽家没有合适住的地方，我就和我老婆去附近找了个租房子的老人，付了几天租金暂且住着。不知道为什么，老人听说我们认识李丽之后，表现得相当抗拒，还是我额外掏了一笔钱之后，他才肯答应让我们住。第二天负责去帮李丽采购必要的物资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除了家里几个比较近的亲戚，村子里根本没人来帮忙。问起来的时候，李丽揉揉眼睛说，还不是之前她爱赌钱，后来借了人家也不信她了，村子里的人都不乐意跟我们家来往。赌钱实在是太像我那个堂哥的作风了。听了这话，我也没说什么。我老婆拍拍她的背安抚说，好了，都过去了，以后还是得向前看的。
我还有啥好看的？一辈子就这么到头了，只是可怜恩恩啊，小小年纪被困在山里头，以后要怎么办啊？李丽故意说。现在听到山里头几个字我就应激，再加上他这话说的太明显，我一下就懂了他的意图，连忙岔开话题说，孩子还小呢，再说了，现在国家政策好着呢，不会让孩子没书读的，能读书就是有希望啊。这话效果确实好，说完之后半天也没见李丽接下文，他只能是尴尬的笑笑，就把需要的物资清单递给我，然后塞过来一堆破破烂烂的零钱。我老婆不忍心，就推了推他的手，示意他把钱拿回去，一点小钱而已，堂嫂别跟我们客气。老婆说。我见状瞪大了眼睛，连忙伸手去接，然后用嗔怪的语气跟我老婆说，哎呀，你不懂我们这儿的规矩，现在把这钱退回去就是瞧不起我堂哥，我们这儿对这些还是挺讲究的，不能坏了规矩。这样吗？我老婆狐疑的看着我，显然没信。我们这儿也确实没这么个规矩，家里是有钱，把这洗摆的再大对我们来说都算不上什么事儿，但对着没安什么好心的李丽，我还真就1分钱都不想拿。李丽原本都打算把钱收回去了，听我这么一说，马上僵住了。他又不好再说什么，只能点点头，把那亏强行咽下去，应了这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习俗。是啊，老妹就别操心这个了。李丽说。她应该是想笑的，但是实在笑不出来，表情比哭还难看。我心里畅快，带着老婆就往集市走。其实你家里面根本没有那种习俗吧？刚刚为啥要那么说？我们也不缺这几个钱啊。倒是他还要带个孩子，以后可能就难过了。老婆说。傻姑娘，谁难过都不会是他难过。我说，刚刚李丽的举动比起舍不得钱，其实更像是在试探。如果他真的省下了那笔钱，下一步他要我们承担的就是他的女儿了，因为在上辈子就是这样，我和老婆可怜他，替他出了这笔钱，第二天他就跪在我们面前哭着求我们带走他的女儿，然后就有了那种家破人亡的结局。既然我回到了可以做选择的时候，我就不会让我和我老婆真的落到那种下场。不仅如此，我还要让那对利用我们的善良加害我们的母女付出代价。葬礼办得比我想象中还要顺利。第一天晚上，李丽送着我和我老婆到住的地方，我先去敲门。老人来开门的时候，看到是我，一副想要说什么的样子，话头再往我身后看了一眼之后，又马上停了。老头看上去很恐惧，像是看到了什么怪物，莫等我们进来就松开门，转身就走。我的身后跟着的是我老婆，还有李丽。对他来说，我老婆是个第一次到这里的异乡人，看上去柔弱可亲，不可能令他这般惧怕。他在怕谁，简直是一目了然了。我心下一凛，疑惑油然而生。老头这个反应是在怕李丽没错，但是李丽这么个刚死了丈夫还带着个女儿的无依无靠的寡妇，到底有什么好怕的？我那堂哥真的可能一跟李丽结婚就变性了吗？没变性的话，为什么没有把那些恶行施加在李丽和她女儿身上？是因为良心发现吗？不，我不这么认为。结合村里人对堂哥一家排挤甚至恐惧的态度，还有上辈子真实发生过的那些事，我更倾向于另一个可怖的解释。堂哥没有伤害李丽，不是因为转性了，而是在害怕这个女人，村子里的人不愿意来帮忙，也不是因为堂哥，而是因为李丽，甚至可能因为她女儿童恩。我转过头看向李丽，她的脸色白了又白，像是因为老人的反应在恐惧，或者是在尴尬。我老婆也注意到了她的反应，看向老人的眼神里就带了些责备，这似乎是让李丽满意的反应。她做出一副坚强的样子，跟我们告别后，开着手电自己一个人回去了。我按下心中的疑惑，让老婆先去洗漱，转头敲了敲老人的房门。老人把门开了一条细细的缝，往外看到是我大惊失色，连忙凶狠道：去，回你房间睡觉去，别来这找我，我和李丽不是一伙的。我连忙说，我们只是她老公那边的亲戚，来这是为了参加葬礼，顺便帮忙。什么跟李丽不是一伙的？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以后少来找我老人抗拒的说。我豁出去了，拿出教师证说，实不相瞒，我是从城里来的老师，真的只是来参加葬礼的，但我总有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我那堂嫂怪怪的。我在这大山里头也没什么熟人，只能来问您老人家了。山里的老人对老师这个职业总是很敏感，大多数人对老师会更信任一些，面前这位老人也不例外。他听见我说我是老师之后，把房门打开，仔细检查过我的教师证之后，才肯放我进去。进房间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赶紧离开这个地方。你的预感是对的。老人说李丽不是什么好东西，知道为什么村子里的人都怕她吗？因为她是个杀人犯。杀人犯这3个字把我吓了一跳。他杀过人的话，为什么不报警把他抓起来呢？我问。报了警，但是没有用。老人说，你是城里的老师，村子里发生的事你不清楚。就是李丽刚嫁进来的时候吧，村子里有个出了名的恶霸，看她个子瘦瘦小小的，就专门刁难她，当着众人的面她没说什么，但是那个眼神狠啊，
我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被这个娘儿们吓着了。然后第二天，那个恶霸就死了，尸体就在他朝着李丽说荤话的地方，连副完整的身体都不剩下了。那恶霸也没什么亲人，没人给他鸣不平，再加上那段时间村子里有熊出没，村长就觉得他是被熊咬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我们背地里都知道，他不是被熊咬死的，是被杀的，杀人犯10有8九就是李丽。就因为这个，连你那混账堂哥都对他尊重的很，在外面谁都敢打骂，但是一回去就一声不吭。提到堂哥，老人神色暗了下来，他挥了挥手，示意我靠近些，然后贴着我耳朵小声说：“你堂哥是不是被卷进耕地机里活活绞死的？”就在他死前2天，他难得跟李丽吵了一架，情急之下推了李丽一把，李丽摔倒之后，正好撞到了那台耕地机。话音未落，我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即使经历了上辈子的惨痛，我还是被老人说的话吓得魂不守舍。李丽这个人比我想象中还要恐怖。我浑浑噩噩回到房间，老婆见了，一脸担忧地说：“怎么了？回来就成了这副样子。这个地方不对劲，我们不能久待，赶紧办完堂哥的葬礼，马上就走。”我说着，开始收拾行李，全部整齐地放在一块，方便在需要的时候能随时就走。肯定不能让那对母女这么轻易就逃了。但是如今他们在暗我在明，我不怕他们，但我怕我老婆会被他们盯上。这么快就走吗？那堂嫂和童恩2个人怎么办？老婆说：“你还记得在来的路上我跟你说的话吗？”我问：“有谁人求我们带个孩子出去，千万别答应。”老婆重复了一遍我的话，忽然也一惊，像是被吓了一跳。我真的有过要不把恩恩带在身边的想法。老婆小声说：“这母女俩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样子的，这里不对劲。”我说着，把刚刚老人说的话跟他说了一遍，只是隐去了我重生过的事。老婆马上愣住了，一副被吓到了的样子，甚至想着现在赶夜路直接回去了。不行，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李丽真的是那种人的话，我们忽然走了，她肯定会怀疑是不是我们听到了什么话，这样的话老人家就有危险了。我说，只要拒绝就行了。我想拒绝带走童恩，给他们一笔钱也无所谓，只要拒绝带走他，后面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抱着这样的念头，我和我老婆心惊胆战地等着，等到了要走的那一天，李丽果然如我梦里那般，莫名其妙就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就在我和老婆2个人面前跪下了。旁边的童恩见状也一起跪下。李丽哭着说：“你们2个也看到了，我们家的情况就这样了，那家伙死了，我一个人还要带个女儿，怎么能养得活她啊？求你们行行好，把恩恩带出去吧，也不用怎么养着，给口饭吃，让她活下去就好了。”不得不说，这女人这样崩溃地哭着，样子确实可怜，再加上童恩在一旁默不作声垂泪的样子，确实相当有欺骗性。如果没有提前跟我老婆说好，说不定她就真的一时心软答应了。这个恶人轮到我来当。我向前一步，把我老婆挡在身后，开口拒绝说：“不好意思啊，家里穷，养不起多一个人了。昨晚我和媳妇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这些年存的钱拿出来给你们应急，我们实在没办法多养活一个人了，1万块你们就收着吧。1万块对我们来说不多，如果能用这些钱来摆脱他们母女俩的话，对我们来说是稳赚不赔的。杀人犯和白眼狼还是留在山里的好。”掏了钱出来之后，他们果然不好再说什么。我和老婆趁机上了回家的车，将大山远远甩在身后。我以为我们的生活也该回归正常了，没有受到那对母女的影响，我们依然过着平凡幸福的生活。在不久之后，我和我老婆会有一个孩子。劫后余生的轻松和幸福感将我吞没，以至于让我有些得意忘形了。所以当我在我任教的学校门口看到童恩的时候，我一时半会没有反应过来。童恩却已经迎了上来，泪眼汪汪地看着我，小声喊道：“叔叔。”不知道为什么，他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虽然没到衣不蔽体的程度，但看起来就是怪怪的。校门口路过的人看着他堵在我面前，纷纷用奇怪的眼神看向我。我有口难言，只好硬着头皮说：“你怎么到这来了？你妈妈呢？”“叔叔，求你救救妈妈，妈妈说她不想活了。”童恩忽然大哭起来，围观的群众也越来越多。看着他这副样子，我着急道：“行了行了，你先起来，跟我来，有什么事慢慢说。”我实在不认为李丽那样的女人会忽然想自杀，但是我没想到童恩会拒绝跟我去别的地方商量。他直接站在人群中间大声喊道：“叔叔，我知道你们家困难，没理由多承担我和我妈2个累赘，但是我们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上次你走了之后，妈妈就一蹶不振，我们连饭都吃不起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叔叔，你救救我们吧！”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童恩的每一句话都只是在哭惨，但是在此时此刻却像一个个巴掌往我脸上招呼。我扯了扯嘴角，正想说些什么，就看见童恩扑通一下在我面前跪下了。我吓了一跳，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扶他，就看见我的竞争对手老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老张最近在跟我抢一个名额，巴不得能从我身上抓到什么破绽。
只见他推了推眼镜，从人群里走出来说：“哎呀，童老师，这是干什么啊？最近10家老师评选，你不是说前段时间才出钱资助了10几个孩子上学吗？下一批资助的名单才刚报上去呢，连自家人出事了都管不了了，你还能捐助那些孩子吗？”“当然能啊。”我皱了皱眉说：“老张啊，这没你的事，我的家事也要管吗？我倒是不知道童老师如此大义，听着小姑娘说她和她妈妈连饭都吃不起了，你真的还有闲钱去资助别的孩子上学吗？不要勉强啊，先把家里人顾好再说吧。”老张说。此时人群里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把家里人顾好，顾着家里人能得到什么啊？把那钱拿去资助别人上学，能拿到10家教师评选呢，这不比家里人重要多了？”这句话里挑衅和嘲讽的意思太明显，我来不及发怒反驳，就见童恩大声说：“你们不许这么说，叔叔他是家里穷才不能帮我们的。家里穷？谁？童老师吗？”老张说：“傻孩子，轮不到你为大人操心，你这位叔叔家里富着呢，就算再多出10个，你这么大的小孩他们都养得起。”老张，我忍无可忍地打断他：“怎么，童老师不是一向心善吗？你确实有不帮助人家小姑娘的权利，但是置之不理应该不是童老师一贯的作风吧？”老张幸灾乐祸地说，仿佛嫌事情还不够大，他特地弯腰去问童恩：“小姑娘，你们家是出了什么事啊？”“我爸爸死了，家里只剩下我和我妈2个。”童恩嗫嚅道：“我没有想要求叔叔什么，只是希望叔叔能帮帮我们。叔叔家里困难，不愿意收养我也没关系的，等妈妈想通了，我们会自己回去山里，大不了我不读书了，等年龄够了出去打工，能攒够钱还债的。”童恩说着还抹了把眼泪，可怜兮兮地看向我。老张说：“童老师啊，你这事儿确实办得不厚道，怎么不厚道了？”我开口打断他，然后转身看向童恩：“我走之前是不是给了你们1万块？那是我攒了很久的钱，我在资助完那些孩子之后才知道你们的难处，走之前也把身上能掏出来的钱都给你们了，我自认没哪里对不起你们了。”听到我掏过1万块之后，身边人群又小声交流起来，只是这次他们把怪异的眼光放到了童恩身上。童恩捏着衣角，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撒谎不是好孩子，我用一句话把帽子给他扣上了：“你来告诉叔叔，你们在那大山里头也有稳定的住处，实在不济你们去你外婆家也有饭吃，不会饿死你们。在这样的前提下，你们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那1万块用完了？”我们童恩和他妈妈虽然坏，但因为受教育程度有限，在理论这方面不可能斗得过我。看着他的反应，围观群众一下子明白过来，纷纷谴责起童恩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撒谎。刚刚他关于自己背景的介绍，就算现在说是真的，也不会有人信了。行了，我前段时间发了工资，再给你们一点钱应急，以后不要再用这种理由来骗叔叔了。我说，话是这么说，这钱我肯定不会给他的。说完，我起身看向老张，冷冷地说：“老张，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竞争对手，但是这种事情在没搞懂的情况下，还是不要乱说了。”自打那天出了丑之后，童恩再也没有来找过我。我毕竟养了他很长一段时间，他有多要面子，我再了解不过。但他们母女俩既然追出来了，我就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我一直在暗中调查李丽的行踪，发现她带着童恩在菜市场附近定居了。她后来来学校找过我，带着童恩直接进了我办公室，当着办公室老师的面让童恩给我道歉。抱歉啊，我实在没想到这孩子居然会撒谎骗人，没有影响到你吧？李丽说：“叔叔，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撒谎骗人的，我只是想和叔叔待在一起。”童恩嗫嚅着说：“叔叔，童老师还有个小侄女啊，我怎么从没听说过？”办公室里的老师问：“啊，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山里，跟他来往不多。”李丽说：“这不，孩子要来这个学校读书了，他怕生，我就想着可不可以麻烦一下童老师，童恩要来我们学校上学。”我你妹，这就是他们特意找上门的原因吗？是希望我照拂一二？在送走那对母女之后，我还是感觉有哪里不对。下班后，我特地去查了他们的行踪，不知道为什么，在城里无依无靠也不干活的李丽，忽然买了一大堆农药，甚至因为量太大，她还特地跑了很多家店，分批次买齐，把总数统计起来，甚至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买农药干什么？自杀吗？不，李丽干不出那种事，那就只能是……想到这里，我忽然后背发凉，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剂量那么大的农药，不是用来自杀，那就是要用来杀人了。他又有新的目标了吗？还是说，像上辈子一样，那个新的目标其实是我和我老婆？为了杜绝这种可能，我持续在盯着李丽一家，却发现他们两个没有什么实际的动作，反而一个打工一个上学，像是在尝试积极融入城市生活。但我不信他们会真的改变。某一天，办公室里的老师们在聊天，话题忽然扯到我身上，准确来说是扯到童恩身上。办公室里的老师恰好是他的科任老师，跟我谈起了童恩的成绩。拼音没学过，数学也很差，
到现在连拼音和英文单词都分不清，基础这么差，来上学也没什么用啊。老师叹了口气说，那孩子也不太乐意学，总给我一种天天上课心不在焉的感觉。确实是这样的，大山里教育条件太差了，童恩刚来的时候是真的什么都不会，是我一点点耐心的教他，给他请各种各样的辅导老师，才把他养成了那个样子。以为养了个样样出息的女儿，到最后才发现我们做的一切其实是在磨一把随时准备会杀掉我们的刀。实在教不会的话也没办法了。我说，像他这样的坏种活该腐烂。我只是没想到童老师居然还有别的亲戚啊。办公室老师开玩笑说，我以为你们夫妻俩在这城里是举目无亲了，有别的亲戚好啊。童恩和他妈妈看上去都是老实人，以后出什么事了也能互相照应着。就这一句话一下子把我点醒了。出事了互相照应着。对啊，李丽带着童恩来办公室根本不是因为希望我能带着童恩熟悉环境，从老师说的话里就能听出来，他根本不在乎成绩，也没想着融入学校。他们来我办公室，比起求个人脉，其实更像是让办公室的老师们知道，其实我还有亲戚在这座城市。如果有亲戚的话，能做的事太多了，例如给我们收尸，继承我们的遗产。因为那个猜测，我开始更密切地关注起李丽和童恩的行踪。在一次信息课之后，童恩的计算机老师找到我，一脸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感觉到了不对劲，连忙问，怎么了老师，出什么事了吗？没什么，我就想问问你，童恩那孩子最近有啥异常不？计算机老师神神秘秘地说，没有啊。我说，怎么了？刚刚上课的时候，我给了他们查资料的机会，计算机老师说，那些孩子都在查学习资料或者偷偷玩游戏，因为童恩打字很慢，我就老忍不住在讲台上远程看看他的屏幕。你知道他在查什么吗？怎么用毒药杀人不会被发现？计算机老师说，果然要动手了吗？我心中大骇。计算机老师以为我只是单纯的震惊，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麻烦童老师多注意一下，看看童恩最近有没有跟同学闹矛盾，或者说童恩家里有没有出什么事。也许是我太大惊小怪了，但如果那孩子真的要做傻事呢？防患于未然啊。谢谢您提醒，我会多多注意的。我说，我抓紧时间查了查李丽和童恩的人际关系，发现他们两个几乎不怎么跟外面的人交流，有也只是必须的沟通，根本没有能形成冲突到要置人于死地的地步。我几乎可以确定，他们两个是打算用上辈子的方式把我和我老婆毒杀掉了。果然，在那之后不久，李丽主动来拜访我们，她也开始注重起了穿着，带着童恩两个人都穿上了体面的衣服，身上完全找不到之前那种乡村妇女的影子。李丽说，我们现在日子能过得这么好，还是多亏了你们两个，我们也没有什么能报答你们的，就希望能请你们吃顿饭，以表心意。我老婆依然畏惧村子里那个老人说的话，正想着拒绝，但我抢先她一步答应下来了。听见我答应，李丽喜出望外。这次她找了一个外面的餐厅，也许是想着方便栽赃，临走前还反复强调要我们千万记得来。我冷笑着应下了，当然会记得来的，不止这辈子，上辈子的账顺便也要一起算了。我很快到了李丽约好的餐厅，因为怕老婆出事，最后还是决定一个人过来，比约定好的时间提前了将近半个小时，打了李丽一个措手不及。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李丽说，你老婆呢？总不好意思让嫂子等我吧？我笑着说，我老婆发烧了，身体不舒服，今天不来了，让服务员早点上菜吧，我有点饿了。哎，好。李丽说，我先去上个厕所。我看见她兜里鼓起来一块，那里面绝对装着农药。果然，等李丽从厕所回来的时候，鼓包消失了。她脸上带着笑，一副轻松的样子，看得我也想笑。真是天真啊，在到处是监控的大城市，你真的以为你那一招还管用吗？上菜之后，李丽积极地把一盘大虾放在我们面前。大虾色香味俱全，这家店做得很重口味，正好能掩盖住农药的味道。但是很可惜，我提前知道了。我凑近了一点，屏住呼吸，装作是闻了闻那道菜的味道，然后皱着眉说，这虾怎么有股味，不新鲜啊？哪里不新鲜了？李丽笑容一下子僵了。不对，我说，服务员，过来一下，你们这虾有问题。没问题啊。李丽立马站起来，脸色变得阴沉，我闻过了，没问题。哪来的问题？嫂子你别急，这虾肯定有问题，等会叫服务员来了，叫他们陪我说。话音刚落，服务员就来了。服务员刚开门，就听见外面一阵骚动，然后听见有人大喊，死人了！我连忙冲出去看，真的有人直挺挺倒在了地上，他的碗里还放着一只大虾。居然还是范维性投毒吗？我皱眉看向李丽，却发现她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一把刀，直直地朝我冲过来。去死，去死吧！你们都看不起我们，你们都该死！李丽尖叫道。她的样子实在太疯狂，我一边躲着，一边冲着服务员大喊，叫他去报警。包厢里很小，但李丽毕竟比不过我一个成年男性，动作很快慢了下来，踉跄间她撞倒了在一边装无辜的童恩。
童恩摔下去的时候，脑袋正好撞到了桌子，直接晕了过去。没过多久，警察就来了，他们把李丽抓了个正着。李丽只说自己持刀杀人未遂，丝毫不提下毒的事。但是饭店那边害怕惹事，翻了监控，监控正好拍下了李丽犯罪的全过程。没过多久，他就因为投毒杀人入狱了。李丽入狱后不久，童恩忽然找到我，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他想来抓我的衣角，被我避开了。叔叔，是我啊，我是恩恩啊。童恩说，你忘了吗？你说过的，要送我去读大学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啊。重生过的我当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送他去读大学是我上辈子的承诺。你也想起上辈子的事了是吗，小凶手？我凑近他，小声说。童恩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我是不会再重蹈覆辙的。我说，恶有恶报，你说杀人犯怎么能有好下场呢？说完这句话，我转身走了，没有再给这个曾经被我捧成掌上明珠的姑娘一个眼神。听说在那之后不久，童恩就疯了，学校不会允许一个疯子整天在校园里晃，就给他办了休学手续。自那之后，童恩就消失了，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去呢。听说被请出学校的时候，他嘴里还念叨着，你们不能赶我走，我马上要高考了，我叔叔说过的，高考很重要的，你们不能赶我走，这些都不重要了。不久之后，真的如上辈子一样，我老婆怀孕了，我们将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而我们的未来也将一片光明。